在前几期视频中，我们先后审视了泰勒的错误联想理论、弗雷泽的巫术先于宗教假说、马纳说的概念迷思，以及弗洛伊德的癔症说。这些理论虽然立场各异，但大多将巫术的起源归于某种认识偏差或心理机制。然而，还有一条路径被一些人类学家格外重视，那就是人类情感在巫术形成中的作用。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和美国人类学之父弗兰兹·博厄斯。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巫术的种子埋藏于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体验之中，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当这些情感找不到现实的出口时，巫术便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宣泄方式应运而生。这与弗洛伊德的癔症说有本质区别。弗洛伊德讨论的是一种近似病态的心理结构，而情感说的指向是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会经历的日常情感。本期我们聚焦翟一新教授对这一理论的评述。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极具个人化的自白。这段文字出自弗兰兹·博厄斯之手，他以自己的学生时代为例来说明巫术行为的情感根源。他写道，如果一个男孩看到有人向他的照片上吐唾沫并将其剪碎，那他是有理由生气的。在我学生时代，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其结果必然是一场斗殴，而我会竭尽全力给予对方实际的打击，作为他对我的象征性打击的报复。如果打赢了，我会认为这是我遭到损害以后的报偿。我相信我的情感和其他青年不会有什么两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态度就成了巫术的了。博厄斯特别强调，这种反应没有任何心理分析的含义。他所说的心理分析指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对无意识深层结构的剖析。博厄斯的意思是，不需要任何复杂的理论构建，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在受到侮辱时的本能反应，想要报复，想要回击，就足以解释巫术行为的心理动力。当你无法直接打击侮辱你的人时，你就打击他的照片。照片是象征，但愤怒是真实的。马林诺夫斯基几乎以同样的口吻写道，你难道全不曾撕破过你最好的朋友的相片，烧毁过他或他的信札，抛掷过过去有益的纪念物吗？你不曾诚心地诅咒过不在跟前的人们吗？他进一步举了一个超越个人层面的例子，当战争爆发时，参战的每个国家都会大批破坏与敌国有关的物品，愤恨的诗歌，破坏的祈祷，无情的咒骂，这一切几乎可以说使交战国为一种巫术毒气所围绕。马林诺夫斯基对这些行为的定性是，这些举动不是传统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如此。它们是人类对于无办法的和无从发泄的愤恨的一种反应。这正是情感说的核心命题。巫术的原始形态不过就是人类情感找不到出口时的一种自然反应，它不是被发明的，而是被体验的。如果说博厄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还显得有些遥远，那么翟一新教授在书中提供了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观察，足以印证这一理论的洞察力。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文革最初3、4年的群众性行为，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雕塑、祝词、徽章、歌声、舞蹈、中字舞、红海洋，以及早晚向画像的请示汇报。另一方面，则是大批判中将反面人物的名字歪斜书写并打叉，漫画丑化，写上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不翻身等等。这些充满象征性的行为活动无不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我们不妨少做分析，为什么要把名字写得歪歪斜斜？为什么要在名字上打叉？为什么要画漫画将其丑化？这些行为对于打倒一个真实的政治对手，在客观上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但它们有一个巨大的心理功能，它们让参与者在情感上体验到了打倒的快感。当现实中的权力关系无法被直接撼动时，符号层面的攻击就成为了情感释放的替代性出口。这一点与博厄斯所说的撕毁照片，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诅咒不在场的人，在心理机制上完全相通。情感需要一个对象，当真实的对象不可及时，象征物便取而代之，而一旦象征物被赋予了与真实对象等同的意义，我们就已经踏入了巫术的领地。翟一新进一步指出，言语、文字、图画、雕塑、音乐、舞
舞蹈，这些本质上都具有符号性质，它们的象征性意义不是天然的，而是由联想或规定赋予的。然而，一旦这些符号被赋予了情感的象征性意义，它们便具有了与情感本身一样的等同性。这种等同性正是巫术思维的核心原则。人们在强烈的情感支配下，是很难将情感与理智区分开来的。这正是巫术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情感不仅是巫术的诱因，也贯穿于巫术的实施过程之中。具体是如何贯彻执行的呢？下集见。